2代水下推进器啊，怎么样？这个是不是感觉更大更精美呢？这个就是1代产品的这个 Big Brother 啊，它的这个2代产品，我上一期带大家去看了它这个1代普通款的这个水下推进器，这一款呢是这个深之蓝这个第2代的这个比较给力的这个水下推进器啊，它这个叫白鲨，叫Knifeball 这个品牌。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里面都带什么东西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，跟1代比它又强在哪里啊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涛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，我是海豚，你就是那只小兔子。这个箱子还挺沉挺大啊，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看一看啊。哦，看到没有？打开以后啊，里面有点像那种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精美款的这种，都带一个这个大的塑胶箱子啊，这样子你出去带着比较方便，不会压到。哇，这个箱子感觉还蛮沉的，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啊。你看这个塑料泡沫，这个箱子很结实，它是双开门的，上下2层啊。这箱子整体，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哇哦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产品本身了啊！这个是2代的这个水下推进器的这个真身。哇，崭新的，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比1代感觉稍微沉一点啊，因为它的马力会更强劲，所以它整体稍微重了有那么1公斤多，但是不要紧，感觉它的做工一样的非常细致啊。我们看看下面那个箱子放的什么东西。这个是箱子另外一边啊，哦，打开以后不错，有一个这个是说明书啊，充电器本身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手环，这个跟上一次我跟大家介绍的一样，这个是绑在你的这个水下推进器上面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套在手上面，这样子它就是拉着走，你就不会丢了啊。这个是一个就是单手操控的这个挂环啊，这个挂在机器上，这个挂环的另外一边呢，你可以绑在你的身上潜水服的那个腰带扣上啊，就这个东西。因为这个机器呢比1代还有一点强的地方，就是它是可以单手操作，所以你比如说你要左手操作的话，这个挂在机器上，这个挂在你的腰带上，然后你这样一个手，它跟你人是一个整体，不至于说的是拉你一个胳膊，那样会非常累啊。这样它拉的是你的腰带，拉的是你本身。你再看看这个变压器，电池很大一块，我们一会儿把这个电池放进去啊。这个比上一代的电池大了很多哎，所以它的这个我看说明书是水下续航1个小时啊，不是半个小时，所以你基本上一块电池出去就不用换了，不用买备用电池，这样子非常方便。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空的地方，你还可以再买一块电池放进去，所以说很好用啊。这个是配重。这个机器呢，它在拍照的时候，它上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挂相机啊。当然了，它的这个浮力可能会有变动，这样子你可以选择用1个、2个或者3个，保持它的平衡啊。这个还是蛮贴心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机器本身有什么特点。哦，你看这个机器，不像上一代做的那么圆滚滚的啊，这个是有棱有角的，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个是 OLED 的这个 display 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它上面这个孔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孔就是为了让你以后加一些这个照相机、摄像机的配件啊，它可以架在这个地方。而下面的这个 GoPro 的这个接口啊，同时也是可以把这个插进去，然后它就变成一个配重了，看见没有？这样子，因为你的相机防水壳它的浮力是正的嘛，如果它往上抬头的话，你加了这个，它就可以把它这个平衡下来，这是非常好、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啊。同样呢，也是2个非常大的马达，非常大啊，非常的稳。然后这个机器它的电池仓也是在这里，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。电池仓很简单，放一块非常大电池啊，把这电池放进去看一下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很简单。OK， 扣好。然后呢，开机键应该是这个键啊，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，我们把它开看看。开机了，不错。然后这个现在是你看啊，它这个机器的好处是跟1代比，它多了3种模式。1代只有1个档，它就是 1.5 米每秒，而这个呢，它有3个档，一个是 Free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那个开机键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按钮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拨一下的话，你看它会变成 Sport。
再拨一下呢，它会变成 Turbo。说白了就是3个档，低、中、高档，它分别是1米、1.5米和2米每秒这样子。所以说你开的最大的这个 Turbo 档的话，会比1代要快0.5米每秒，所以说是非常给力的。而且你看它这个非常贴心的一点是，电池的这个显示非常的清晰可见啊。上面这个就是你跑了多久，这个秒应该是会读的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哦，看见没有？这个东西还有一点非常好玩，就是你在用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它的噪音比1代明显的减少啊，所以说非常非常贴心的。底下这个 left and right 它是指示双手操作模式的意思，中间这个显示的呢，它其实是告诉你有没有跟手机的 app 连接在一起啊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一款它是可以通过手机蓝牙来改一些里面的设定啊。我等一下带你们看一看，这个机器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可以左手也可以右手单手操作，1代是必须双手操作。所以说刚才那个挂在腰上的这个腰带啊，就是在你取决你另外一个手想操作的时候，它可以把你和你的身子连在一起，这样子你的手只是起一个转向作用，不是拉你的胳膊，所以它就非常非常的好用啊。这个在手机里面也是可以直接去改设置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机器浮潜呢非常的方便啊，它本身只有3点几公斤，加上电池也就是4.5公斤左右吧。当然了，比第1代是沉了不少啊，但是你要想一想它的续航，电池会大很多嘛，它的动力也增强了，所以整体会沉一点。但是你可以玩很长时间，你不用去换任何东西啊，不像你第1代，你玩半个小时，你可能得回到车上去换一块电池，你就得出水嘛，这个是稍微麻烦一点。它同样的是40米防水啊，所以说的是你水肺潜水也是可以用的，虽然它的推力用水肺装备的话不会那么强劲了，但是也 OK 的。既然40米防水，你拿下去就很方便。比如说自由潜啊、浮潜啊，对吧？水肺潜水或者在泳池旁边的派对，大人带着孩子玩啊，这个都非常的好啊。所以说，你看它前面的这个网子也是，你的手指头是很难伸进去的啊，就是螺旋桨不太容易打到你的。而且后面跟1代的设计是基本上相同的，是巨大的出水口，你的手指头伸到很里面的时候，都不太容易碰到那个螺旋桨，除非你使劲伸了。所以说它对你的手指头保护还是非常好的。同样的呢，这个东西的体积它非常的小，跟1代的大小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啊，所以你把它也是可以放在托运行李，跟着你去国外玩的啊。当然了，你走的时候呢，你要把电池拆下来放在你的这个随身行李里面啊，它是符合这个国际随身这个行李的这个标准的啊，是可以带上飞机的。它这个呢还有这个低电池电量报警啊，就是说如果你的电量低到30%的时候，它会震动提示你，所以说非常贴心的。当然了，它的价格比第1代贵了就整整1倍啊，将近2000纽币，第1代是不到1000纽币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权衡一下。仅电池电量这一项，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值的，因为你不用去换电池，你不用去买另外一块备用电池，一个备用电池也差不多200-300纽币，对不对？而且加上它的马力更强劲了，2米每秒的速度，1代只有1.5米，所以要我选的话，我肯定去选这一款了。它就是说整体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点。我拿1代给你比一下它的大小啊。OK， 这个是1代，你看跟2代放在一起的话，没有什么质的区别，对吧？大小差不多。你看，大小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明显沉了不少啊，更适合男生玩一点。这个女生可能拿的比较好，但是在水里面都是中性浮力。你加了这个浮力舱以后，它还是稍微飘一点的，所以就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它的这个浮力舱是不可以拆掉的，它是 built-in 直接在里面，所以它有刚才那个专门的配重，就是这个东西啊。你要去调节它的这个中性浮力就靠它了，不过设计都是蛮贴心的。再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手机的 app 啊，你看它连接了以后呢 ，Subblue 就这个的 app Navball， 然后就是这个机器了啊，很简单，你看已经连上了，非常非常的容易啊。连上去以后，你看这块有这个 low battery vibration， 就是说低电量的时候呢，它会震动。还有呢就是 self check， 如果你点了这个的话 ，OK， 你看它自己开始检测了啊，它现在就是通过手机这个 app。它自己开始检测一下，它看看都 O 不 OK， 估计这个过一会儿检测完毕就结束了。OK， 没有 fault， 都是 OK 的，所有的都是 normal， 就是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。然后你看它这个信号这一格啊已经连上了，所以说它是跟我的手机已经连好了。然后你这个 security lock 点上以后呢，你看孩子就开不开了。你是有电，但是谁都动不了它啊。然后呢，你要是在清水里放的时候，你可以点这个 self cleaning， 就是说你放在那儿，你手就不用去摁着它。
然后呢，我看这里呢有电池显示，还有这个 menu switch。OK， 现在它这个是双手啊，两个手，你看，你可以选择 left hand、right hand 这样子。我如果选择 left hand 的话，点 OK， 那么它刚才这个left and right 就变成 left 这样子。所以说现在你如果双手点着它，开了以后，你松掉右手，它还是在运行的。这个就太方便了，你可以拿 GoPro 这样自己去自拍，对吧？你或者说是去玩别的东西都可以的。1代就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说2代非常给力啊！你们要是喜欢这款产品的话，如果你是在新西兰的话，我把当地的这个商家它的这个网址放在视频下面啊，方便你们去查找购买。然后也是那个商家他借给我的，让我去测评一下，我之后还要还给他的啊。这2天我们新西兰这帮刮飓风啊，这个120迈、140迈的这个飓风，海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就想找一个周末，哪天天气好啊，带朋友去海里面一起去，就是在实际的情况下使用一下，然后拍一点这个就是测评给大家看啊。怎么样？这个2代产品，这个 Big Brother 是不是更强劲、更给力啊？当然了，价格也贵了1倍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如果你在新西兰，可以在我下面这个网站链接直接去购买啊。在节目最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水下视频和照片的滤镜包啊，它可以一键帮你还原水下精美的色彩。我的网站上有销售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